我戴上窃听器，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郑维安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满，他问道：“樊城，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吗？”而张凡成的声音中却带着一丝得意，他回答道：“当然了，他的家里可是有钱人呢，我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。”我心中仿佛被一把冰冻的利刃刺穿，这个男人竟然对我如此冷酷无情。他们的对话让我彻底清楚了一切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钱。你自己也有公司，不是不缺钱吗？林书宇家里很有钱，而且等我有了那些钱，还不是花在你身上，傻瓜。可是看到你跟他结婚，我一点也不开心。还装可爱闹小脾气，我头顶3条黑线，要不是要报仇，我真的不想再听下去。张凡成哄着郑薇安，不外乎就是说只爱她一个人，等事情结束之后一定会娶她。小三勉为其难地答应了2人抱在一起，还亲吻。我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恶心，但现在不是跟他们输赢的时候，我必须等待时机的成熟，我才不会让他们好过。我慢慢地换上了另一套婚纱，整理好自己的情绪，假装没事地走出了更衣室。当我走出来的时候，张凡成和郑薇安立刻停止了他们的亲密动作，假装一副不熟悉的样子。舒雨，你换好了吗？张凡成微笑着问道。我灿烂笑了笑，是的，我换好了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好看吗？张凡成张口就来。当然好看了，我的新娘怎么能不好看？郑薇安假装开心地说道。舒雨，你真的很美，这套婚纱非常适合你。他牵起我的手，仿佛害怕我不相信他，那就决定选这件了。2人点头表示同意，我们一起离开婚纱店。郑薇安走另外一边，我们道别后各自回家。回到家后，我瘫在沙发上，真是累死我了。是婚纱是每个女孩的梦想，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只是复仇计划的一部分罢了。在一个寂静的夜晚，心情实在是太郁闷了，我独自一人来到了一家酒吧，是我以前很少来的地方。我第一次觉得我急需一些酒精来解愁。我点了一杯烈酒，一杯喝完还不够，不知不觉地喝了好几杯，心中的烦忧却依然没有散去。正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：“舒雨。”我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帅气的男人站在我面前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惊讶和关心。景玉，我有些茫然地问道，因为这个男人竟然是我的儿时玩伴和景玉。上一世我跟他在婚后就没有见面了，虽然是儿时玩伴，但很少联络。我们一直到高中为止都很好，家里住得很近，所以感情很好，可以说是从小到大都是他陪我的。后来我跟张凡成在一起之后，才渐渐的失去联络，可能是因为张凡成特别不喜欢他吧。为了不让张凡成不开心，我也就不再主动联络景玉。有多久没跟景玉见面了？我一时之间竟想不起来。他坐在我旁边，神情有些忧虑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一个人喝的这么多？或许是醉了，也或许是见到他太安心。我心中一阵酸涩，还有委屈，嘴巴没经过脑袋的喃喃自语：我已经死过一次了。他听到我的话，神情顿时一变，露出惊愕的表情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些喝醉，不小心说漏了嘴，但现在也已经无法收回。没什么，别在意，我支支吾吾地说道，但身体已经无法支撑，直接醉倒在了他的怀里。虽然看不见，也没有意识，可我感觉得到他轻轻将我拥入怀中，让我感受到一丝温暖和安心。片刻之后，我渐渐清醒过来，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舒适的座位上，而且靠住他。我赶忙坐起来，景玉关切地注视着我。舒雨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你会说出那样的话？景玉的声音中带着担忧和疑惑。我努力收拢心情，试图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但我知道我已经无法再隐瞒下去。景玉，其实我已经死过一次了。我终于下定决心，将事情告诉了他。我将前世的所有一切告诉了他，包括我那失败的婚姻，还有意外死亡的事情。景玉听到我的话，眼中闪过一丝震惊，他的眉头皱了起来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。舒雨虽然这样听感觉有点难以接受，但是我相信你，你没必要骗我。我想报仇，我坚定地告诉他。虽然我不赞成，但是我只希望你开心。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记得告诉我，不许一个人做危险的事情。我心中充满了感动和温暖，但同时也有一丝不安。我不想将他牵扯进来，更不想让他受到伤害。景玉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这是我的事情，我会自己解决的。
我坚定地说道。景玉看住我，眼中充满了理解和尊重。好吧，如果你需要我，随时都可以找我。他沉默了一会后开口：你不用一个人承担所有的事情，如果你有什么困难，我可以帮助你，你可以相信我，舒雨。我感激地看住他，谢谢你，景玉。你终于笑了。他像是松了一口气地调侃我。我笑了吗？回来的这些日子，我好像好久没有发自内心的笑了，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报仇，怎么避开最坏的状况，很久没有放松下来了。一起回去吧。景玉开口说。我们坐在计程车上，我感到自己的头脑渐渐清醒了些，但身体仍然感到无力，只好靠在和景玉的肩膀上。他的酒气混着身上的清新，让我感到一丝安心。我无法控制地回想起前世的种种，我总是努力讨好身边的人，但却忽略了自己的需求和感受。这次重生让我意识到了许多以前忽略的事情。我突然觉得没有好好对待过自己，才会烦闷地跑去喝酒。我不再是那个一味讨好别人的舒雨，我要为自己而活。我抬起头看住窗外的夜景，心中充满了决心，但同时我也感到了一丝不安。我害怕我的出现会影响和景玉原本的生活，我不想成为他的负担，而且前世我并不知道他的近况，他也不该在这个时候遇到我。下了车，因为我家和他家住得很近，我们决定一起走一段路，顺便醒醒酒。在路上，我们走在安静的街道上，只听得到自己的脚步声和微风的轻拂。我静静地走在他身边，心中充满了矛盾和不安。舒雨，你怎么了？他的声音突然打破了沉默。我抬起头看住他温暖的眼神，心中感到一丝温暖。我勉强笑了笑，没事，只是一时感觉有些烦闷。我好像都没有好好的想过自己要什么。他微笑住，摸了摸我的头。那你可以现在开始想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温暖，但同时也有一丝心酸。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会怎样，但至少现在有他在身边，我感到踏实了许多。隔天我重振旗鼓，想着如何对付张凡成和郑维安。首先要先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本来还苦于没地方下手，但我偶然得知有个富二代正对郑维安展开全力追求，我心中不禁一喜，这无疑是天赐良机，让我得以挑拨郑维安和张凡成之间的关系。我立即下了决定，要暗中协助这位富二代，让他的追求更加积极而有力。在我的安排下，这位富二代开始对维安展开一系列的浪漫攻势，送花送礼，安排浪漫约会。他毫不手软，让郑维安感受到浓浓的诚意。我特意将这些惊喜的讯息传递给了张凡成，我知道他会对此感到嫉妒和焦虑。某天，我和张凡成约好，在一个小巷旁的有气氛的餐厅见面。这个地方正是郑维安经常光顾的地方。当我们走进餐厅，我注意到郑维安坐在不远处的位子上，是刚好可以看见又不到太近的距离。郑维安看着我们进来的方向，他的眼神中流露出疑虑和不安。我心中暗自满意，这一切正按照我的计划进行。在餐厅里，我与张凡成入座，我已经能想象他在我的圈套中会有什么反应。我们坐下后，我故意与张凡成亲密接触，一边牵着他的手温柔地和他聊天，一边柔情似水地看住他，就像以前爱他时的那样，同时让身边的人都看在眼里。我知道郑维安一定会看到他的神情微变，他一定会开始怀疑张凡成是不是还爱我，到底是真的不爱我了，还是为了哄他的说辞。郑维安100%会对他是否心里还有我产生疑虑。我心中暗自得意，这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